俄罗斯的精英们公开分裂，一派要死战到底，另一派想赶紧停手。普京想通过战争转移国内矛盾的把戏彻底失灵了，因为经济实在兜不住。2026年第一季度，俄罗斯的固定资产投资暴跌 14.3%， 创下16年来的最惨纪录。俄罗斯还在互撕，匈牙利则正式告别亲俄路线，取消对乌克兰入盟的否决权，400亿欧元防务基金也绿灯放行。与此同时，波兰狂买武器，扩军备战，硬扛俄罗斯威胁。诡异的是，美国从立陶宛撤军1000人，新部队却迟迟未到。美国究竟有什么考量？普京又会将俄罗斯带上哪条路？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以前号称俄罗斯达沃斯，这原本应该是一场投资盛会，如今却变成了自我催眠大会。明明是经济论坛，然而场馆的展台上只有数不清的国防武器。更搞笑的是，普京请不来国际上的高规格嘉宾，只能请来一些边缘人物来充门面。最后，好好的论坛成了普京的个人表演秀，彰显俄罗斯还不算孤立，俄罗斯在国际上还是有含金量的。最讽刺的是，就在他们开会的时候，乌克兰的无人机才刚刚炸了一轮圣彼得堡。圣彼得堡黑烟滚滚，直接给普京来了一波打脸。只要乌克兰想，估计无人机随时都能飞到会场。当然，乌克兰不会这么做，毕竟还是要给普京留几分颜面的。不过自家人没给普京留情，任谁也没想到，一场经济论坛最精彩的竟然是会场内上演的一场内讧大戏。核心议题是要不要继续战争。一派是以前情报官员安德烈·别兹鲁科夫为代表的死战派，他们鼓吹妥协就是失败，要进行长达数十年的战争，至少2代人都要活在战争里，有可能是热战，也有可能是蔓延战。总之，俄罗斯人要学会和战争共存。而高举民族主义大旗的亚历山大·杜金和寡头康斯坦丁·马洛菲耶夫则在论坛上展示了一个所谓的未来情景报告，里面划分了积极、惰性、消极3种剧本，一直画到2036年和2050年。他们眼中的好剧本是这样的：俄罗斯在2036年前占领基辅、敖德萨、哈尔科夫等多个乌克兰城市，同时欧盟崩溃。大家没看错，这就是他们认定一切顺利的未来。10年时间也没办法彻底拿下乌克兰，却奢望着欧盟能在这10年内崩溃。坏剧本更不用说了，俄罗斯在乌克兰遭遇军事失败，然后乌克兰加入北约，俄罗斯失去对后苏联国家的影响力，甚至在2050年前被殖民化。在他们的叙事里，反正只要俄罗斯军事行动失败，那就像天塌了一样。但有一个问题是，当初俄罗斯喊着速通基辅，如今却打了4年多，甚至在战场上节节败退。这种情况早就把俄罗斯的脸面踩在地上了，跟失败好像也没什么区别。夹在中间的惰性剧本也好不到哪里去。按照他们的设想，如果乌克兰战局维持现状，俄罗斯将在2036年之前使用核武器，这是俄罗斯第 N 次拿核武器出来吓人了。能这样设想，说明这群强硬派只关注自己心里的目标，根本不拿俄罗斯当回事儿，只看自己的目标能不能完成。为了达成目标，无论采取什么手段都无所谓。至于可能遭遇的报复或者俄罗斯人的死活，谁在乎？另一派是经济界人士，他们看到了战争正在抽干国家的血液。俄罗斯第2大银行 VTB 的 CEO 安德烈·科斯金警告，如果继续现在这种高借贷成本、企业完全不敢投资的状态，俄罗斯今年的经济增长将完全停滞甚至下滑。前俄罗斯央行副行长奥列格在论坛上给克宫摊牌了2个选择，要么削减军事融资，这样可以让关键利率下降得更快，然后扩大对民用部门的贷款，寻求制裁的部分解除，再恢复物流链，这样经济就有望恢复增长。要么继续维持特别军事行动，那就需要不断增加国防开支，继续采取加税等手段，进一步加剧经济下滑。对于现在的俄罗斯来说，这就是一道送命题，停手伤筋动骨，继续打也是伤筋动骨。选来选去，无论怎么选，考验的都是俄罗斯的经济韧性。然而俄罗斯的经济哪里经得住这种考验？现在的俄罗斯面临一个问题，投资大幅萎缩。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了一组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暴跌 14.3%， 降到 6.63 万亿卢布。这是金融危机以来俄罗斯最严重的资产投资大滑坡。俄罗斯科学院的一项调查也显示，2024年还有 63.7% 的企业愿意投入资金进行业务升级，到了2025年，这个比例已经跌破 50%。 我们要先讲清楚这个情况到底是什么意思。简单来说，整个国家都在不敢花钱，企业不买新设备，不扩建厂房，不搞研发创新。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大家都没钱了，没钱搞什么投资？俄罗斯工业和企业家联盟曾披露过一组数据，2025年 62% 的民用企业利率下降，
，66%的企业削减了投资，15%的企业干脆把所有项目都动了起来，72%的公司，包括国有企业应收账款在增加。也就是说，大家口袋里全是欠条，不是现金。但企业们抱怨最多的东西还不是没钱了，而是不确定性和需求萎缩。因为战争在持续，所以大家都不知道明天卢布会跌成什么样，还贷利率会不会再涨，更不知道下一颗炸弹会落在哪座城市的工厂旁边。投资是信心的货币化，没有确定性就没有投资。而现在的俄罗斯人连生存都充满了不确定性，哪里还敢拿钱出来投资？企业这边都没什么钱，那自然会把刀砍向员工，比如裁员降薪。于是人们手里也没钱，自然也不敢花钱，企业赚的钱就更少了。到这里大家应该都能看出来，这又是一个死循环。其实俄罗斯现在的经济模式已经彻底从发展转向了生存，市场驱动的投资在不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政府补贴和被迫性投资。简单粗暴点来说，哪里都没钱，哪里都要钱，但政府的钱优先供给战争，而且政府的钱也不多了，喂不了所有地方。这种转变也促使了另一个现象的发生，资本外逃。外逃原因也很简单，此前就传出过普京找上寡头们要钱的新闻。政府没钱了，当然要找有钱人要钱。无论是温和手段还是激烈手段，反正你们要给钱。但是这群人也不傻，谁也不愿意拿自己的钱去堵那么大的窟窿，那就要往外跑。他们的手段就是伪造海外贷款。俄罗斯企业的套路很直接，以借款给境外关联公司的名义把钱转出去，然后债务要么被一笔勾销，要么用非现金的手段结算。这本质上就是一种资产转移。尤恩在5月的时候曾报道过，这类可疑操作的比例已经达到总交易数量的 10%。 面对这种情况，在圣彼得堡的论坛上，这群人能拿出来的答案只有一个：俄罗斯的经济需要一个外部刺激才能摆脱现在的泥潭。至于这个外部刺激，还有比和谈更好的选择吗？这些人心照不宣，谁也不敢戳穿现实。但是明眼人都能看出来俄罗斯现在的窘境，所以克宫的一些铁杆支持者如今也反水了，开始公开讨论俄罗斯战败的可能性。前克宫官员阿列克谢·恰达耶夫直言，如果继续沿着当前的战争轨道走下去，俄罗斯只会走向全面溃败，所以他呼吁立刻停战，给俄罗斯一次重组的机会，然后再评估接下来怎么办。放在4年前，谁会想到全面溃败给个机会这种词汇竟然会出现在俄罗斯身上。还有瓦西里·卡申，莫斯科高等经济大学欧盟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这人认清了一个现实，在无数乌克兰人因战争死伤之后，乌克兰保持反俄和亲美欧的姿态是必然的。俄罗斯想建立一个亲莫斯科政权，那基本算痴心妄想。就算是进一步升级战争，比如说袭击泽连斯基和乌克兰军政领导层，结果也只会是让更有野心和更激进的新一代乌克兰领导人上台。所以这一场论坛彻底撕开了俄罗斯的遮羞布，普京依靠对外战争转移国内矛盾的想法已经彻底落空。至于那个2选1的问题，其实普京从来没有选择的机会，因为当俄军4年都拿不下乌克兰的时候，摆在他们面前的选择再多，最后也只有一个：继续打下去。不然俄罗斯那个强大的伪装就真的要被拆穿了。俄罗斯这边还在吵，到底是继续打还是赶紧撤。匈牙利那边随着欧尔班的阴影逐渐散去，毛加尔选择的路倒是越来越清晰，握紧乌克兰的手，加速向欧洲靠拢。据政治报报道，匈牙利已准备好放弃长达17个月的否决，为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开启正式入盟谈判扫清障碍。6月15日，在卢森堡的政府间会议上，第一批谈判集群将正式启动。这是2022年乌克兰成为欧盟候选国以来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破冰时刻。为了让匈牙利松口，乌克兰只付出了一个几乎不花钱的代价。双方就外卡尔巴阡匈牙利族权利问题达成协议，乌克兰承诺恢复少数民族语言教育，允许在学校用匈牙利语教学。但说实话，外卡尔巴阡的匈牙利族人口经过4年战争早就大幅缩水，如今已远低于匈牙利官方常说的10万人。现在生活在匈牙利的乌克兰人可能比外卡尔巴阡的匈牙利族还要多，等于说乌克兰用一个毫不费力的承诺换来了欧盟入场券的实质性进展，这买卖赚大了。但真正打动匈牙利的其实还是钱。在毛加尔访问布鲁塞尔讨论如何解锁164亿欧元被冻结欧盟资金后，乌克兰入盟谈判就突然提速了。这164亿欧元中有100亿来自疫情复苏基金，42亿来自欧洲结构基金，还有22亿与学术自由改革挂钩。条件没有别的，就是匈牙利新政府必须证明自己比欧尔班更遵守法治和反腐标准。对毛加尔来说，封锁乌克兰纯属出力不讨好，解冻欧盟资金才是实打实的好处。这笔账只要会算数的人都能算明白。入盟谈判放行当然重要，但在战争的当口，有一笔钱的解冻更让乌克兰安心。
匈牙利新政府正式撤销了对欧洲和平基金长达2年的否决。这是欧盟对成员国援乌军火的专项补偿机制，各国送去乌克兰的炮弹、坦克、无人机都可以从基金里报销大约40%的成本。但是因为相关政策需要全体成员国一致通过才能动用，欧尔班在这几年里靠着这一票否决权，私自按住了超过400亿欧元的军火报销款。如今否决一撤，约66亿欧元的资金立刻解冻进入拨付流程，其余款项也将陆续释放。之前很多欧盟成员国之所以在军火援助上缩手缩脚，就是因为这笔补偿拿不到，不敢拿本国财政去赌。现在好了，没有了只出不进的后顾之忧，各国援乌军火的力度估计要迎来一波增长。欧盟这边终于拧成一股绳，美国也不遑多让。卢比奥在参议院听证会上透露，一项总额4亿美元的紧急军事援助计划已进入最后审批阶段，即将交付。这笔资金来自乌克兰安全援助倡议，允许五角大楼直接从美国军火商那里采购装备，大大缩短交付周期。预计将包含乌克兰前线最急需的防空导弹、炮弹和装甲车辆。除此之外，美国还正在推进一项新的援助法案。美国众议院以226票对195票正式通过了乌克兰支持法案，它授权向乌克兰提供超过10亿美元的直接安全援助。这还不是全部，法案还设立了高达80亿美元的低息贷款机制，专门用于支持乌克兰的国防事业和战后重建，同时继续加码对俄罗斯的制裁与出口管制。这一系列举措也印证了卢比奥在听证会上的话：美国在俄乌冲突中从来不是什么公正的第三方，其政策本质就是选边站队，而美国始终都站在乌克兰一边。不过要真的说起来，这几年里论起抵御俄罗斯，除了直面俄罗斯的乌克兰之外，最上头的就是波兰。波兰就一个态度，狠狠砸钱买装备。据公开数据汇总，过去4年间，波兰签署的军事采购合约总额已经飙破了682.6亿美元。国防预算占 GDP 的比重从2024年的约 4.2%， 一路冲上2026年的 4.81%， 稳坐北约军费占比第1的宝座。在波兰不计代价的砸钱模式下，别的不说，就在5月底，波兰正式迈入5代机时代。3架 F-35A 战斗机从沃斯堡工厂起飞，经停亚速尔群岛后，飞抵波兰瓦斯克32号战术基地。波兰正式给这批战机冠名“义骑兵”，意在向16世纪那支横扫欧洲的传奇骑兵致敬。自此，波兰成为北约东翼第一个列装第5代战机的国家。波兰总共采购了32架 F-35A， 到2026年底前有望接收14架，全部32架预计在2030年前完成部署。F-35A 一部署，俄军西部军区的防空系统瞬间失去了在北约东翼的雷达优势。这款集隐身、传感器融合、网络作战于一身的空战刺客，是所有老旧苏式战机的噩梦，这够俄罗斯头疼的了。而在刚刚过去的5月，波兰又开始继续砸钱，在国营军工巨头 PGZ 集团下了2笔订单，总值超过50亿欧元。首先是采购96门谢氏自行火炮，以及配套的指挥车、弹药车、维修车，组成4个完整的雷吉纳炮兵营。谢氏这门炮可是波兰军工的骄傲，155毫米口径，52倍镜炮管，射程超过40公里。在乌克兰战场上，乌军曾多次表示，谢氏是其反制俄军的重要远程火力装备之一。波兰自己当然也要大规模列装，但光有炮不行，还得有炮弹。波兰砸了32亿欧元进去，要求采购数十万枚155毫米炮弹。虽然波兰没公布精确数字，但应该不会太少。波兰陆军还敲定了一笔重磅订单，增购146辆国产欢式步兵战车，合同价值约21亿美元。欢式战车是波兰第一款自主设计的履带式步兵战车，重量约28吨，成员3人，可搭载6名步兵，射程可达4公里，是一款专为东欧平原战场设计的中型战车。它将与韩国的 K2、美国的 M12 主战坦克协同作战，形成空地一体、不坦协同的火力网。这一批订单让波兰确认的欢式订单总数达到257辆，足以装备4个机械化步兵营。而波兰国防部长此前已经放话，最终采购数量有望达到近1400辆。波兰之所以在5月像疯了一样签合同，还是因为月初和冯德莱恩敲定的欧洲安全行动协议。波兰成为这个1500亿欧元基金的首个客户，拿到了437亿欧元的天价贷款，期限45年，利息低到可以忽略不计。但这笔钱有个魔鬼细节，协议规定，波兰如果想把这437亿欧元的大部分用来扶持本国国防工业，那相关的采购合同必须在5月底之前签署。所以这一堆订单都是在冲 DDL。 这一波操作既解决了眼前的资金缺口，又长远地振兴了本国军工，还加固了北约东翼防线，简直是一举3得。波兰还在买，而他的邻居立陶宛则迎来一件比较诡异的事：驻扎在立陶宛的美军按计划撤出。这些撤出的美军来自美国第1骑兵师的2个营，约1100名官兵，配备了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
布拉德蒂战车和帕拉丁自行火炮。他们是2025年10月进驻立陶宛的。按照以往惯例，新一批轮换部队通常会在旧部队撤出之前抵达，确保战地无缝衔接。但是在立陶宛这边，下一批轮换部队什么时候来，来多少人，至今没有准信。这还是立陶宛第一次面临领土上没有美军装甲营驻防的空窗期。立陶宛国防部长考纳斯也只能说，未来部署正在考察中，因为美国要重新评估地区部署情况。不过立陶宛也没急，因为美国正在对欧洲的防务部署进行一场深层次的战略调整。常规力量可以适当收缩，但是核威慑可以猛猛往上端了。美国比任何人都清楚欧洲的威慑力，绝对不能出现真空。如果要威慑，有什么东西的威力能够比得上核弹头呢？美国正在与多个北约盟国进行谈判，讨论将核共享计划扩展到更多欧洲国家。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已经明确表示出兴趣，希望在自己的领土上部署双重能力战机，就是那些既能挂常规弹药，也能挂 B61战术核弹的战斗机。而波罗的海三国中，嗓门最大的就是立陶宛，因为立陶宛的宪法第137条明文禁止在领土上部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外国永久军事基地，所以立陶宛当即拍板，我们修宪，完全不用担心有障碍。这样一看，美国玩的根本不是什么收缩，而是一次战略层面的升级。现在美国已经在比利时、德国、意大利、荷兰、土耳其和英国部署了约100枚 B61战术核弹。如果整个北约的核威慑架构继续向东延伸，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也能加入这个圈子，那就意味着北约的核保护伞将直接覆盖到俄罗斯的大门口，就看俄罗斯要怎么应对。或许还是老一套，自己先发一波警告，你们再动，我们就和平你们。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美国会在立陶宛部署核武器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